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59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匡威自从回归了篮球鞋市场之后啊，就一直以帅气的外观以及还算 OK 的实战性能，在篮球鞋市场算是站住了脚跟。但是匡威的篮球鞋都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要加价。但是他们加价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上述的这两个原因而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篮球鞋产品啊货量都很少，这就导致了它在二级市场上面的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之前的几个鞋款加价啊，我其实也可以理解，那他们性能都 OK， 并且穿上脚之后都是挺帅的。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角这一双 BB Shift 这个鞋款，如果你加价购买了，那就是纯纯的大冤种了。那即使原价购买，我都觉得是被宰了。那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是怎么样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你觉得这一双鞋的外观可以打几分呢？虽然这一双鞋外观上面看上去是比较普通的，甚至有一些奇怪，但是上脚之后确实看着还行。那网上很多人把匡威的篮球鞋说成是适合美式球员的球鞋啊，我不敢苟同。只是正巧匡威签约的一些草根可能更加偏美式的球风，那这可能也是匡威的一个营销方式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这一双鞋的大底是我非常不喜欢的那一种，发不出声音的大底，很难与地板发出摩擦的声音，而且它的确在木地板上面会比我其他同期穿着的一些球鞋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要差一些的。它的大底更加倾向于耐磨，在抓地方面的表现是比较一般的，但是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非常棒。我穿着它打球的次数已经是比较多的了，有木地板以及室外的塑胶场地，但是它的大底依旧看不出有任何的磨损痕迹，所以穿它去打外场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它在有灰的木地板上面抓地力的表现并不好，即使擦拭鞋底也不会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室外的塑胶场地甚至是水泥地，这样对于抓地力要求比较低的场地会更加适合它。而在中底方面搭载了前掌的 Zoom Turbo 以及全掌的 Bylon， 整体的脚感就一个字，就是硬，硬到你头皮发麻的那一种硬。之前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说它可以平替科5的 Pro Trail， 那它拿头来平替啊？这中底的调教完全就不是一个水平的，连大家一致认为比较硬的欧文7代它都平替不了，就更别说什么科5的平替了。配置一样并不代表脚感就一样，当然它偏硬的调教也给它带来了极为优秀的反应性，在突破的过程中丝毫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并且比较薄的中底也能让它在场地感方面有着比较极致的表现。那如果你丝毫不在意缓震，但是你如果想要优秀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那说不定它确实会是你想要的鞋款。反正我个人是完全接受不了的，即使我对于缓震的要求本来就并不高，但是它这种毫无一点点缓震的感觉实在是太难顶了。我一度怀疑它是不是真的有气垫，直到我掀开中底部之后，它确实是有，但是确实没有任何的感觉，不管你是在突破或者是跑动的过程中，它都没有任何的感觉。而在鞋面方面，它采用了大面积的针织材料，加上部分区域的热熔材料组成，在强度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并且球鞋外侧有着面积非常大的软质 TPU 件覆盖，并且后半部分还有中底以及大底的橡胶上翻，让球鞋的鞋面支撑有着进一步的加强。不管你做什么动作，鞋面都能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球鞋的侧向支撑表现的是非常优秀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包裹性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在静态包裹方面的确有着非常不错的体验，拉紧鞋带之后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双脚与鞋面有非常好的贴合度，但是由于球鞋的鞋楦略微有一点点的偏宽，并且它内部的填充在前掌是非常薄的，对于像我这样脚型略微有一点点偏瘦的人来说在做一些侧向蹬地以及急停或者是后撤步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双脚在鞋内的滑动，并且还会出现顶脚趾的情况。这双鞋还是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一点的朋友选择，并且分离式的鞋舌对于高脚背的朋
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对于脚型的适配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双鞋有2种系带方式，不过这2种系带方式我都尝试过，对于像我这样脚型偏瘦的人来说，在前掌动态锁定区别并不大，脚在鞋内都会出现位移，脚会顶到侧面的这一块 TPU， 还是比较难受的。在支撑性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鞋面的支撑性非常强，中底的刚性也是绝对够用的一个水平，并且在中底的足弓处也做出了特别明显的内收，能够很好的提供给你足弓部位的支撑。担心足弓支撑的朋友完全可以放下心来。而后跟内部的港宝硬度并不是特别高，在后跟处的支撑并不是特别好。如果你特别喜欢变向的话，那它后跟的支撑可能就不太够用了。建议还是脚踝力量好一些的朋友去选择这一双鞋。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跟欧文系列一样采用了这种弧形的外底，但是在稳定性方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大底在前后掌的面积都非常的宽大，并且它超低的重心以及极硬的中底缓震材料，都让它在稳定性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不会有任何侧翻方面的风险。大家这一点完全不需要去担心。而在重量方面，单只42.5码的 BB Shift 重量是355克，重量方面确实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7分，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真的很拉吗？那其实也并没有。但是作为一双2级市场上面1000元级别的篮球鞋，那它确实垃圾。我的评分都是抛开价格因素来打的一个分数。那如果要考虑到价格因素，那这一双鞋绝对是不及格的。这双鞋即使是原价购买，我都觉得是大冤种，那更不要说加价了。那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双拥有极致反应性以及场地感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鞋确实还不错。但是花4位数购买这样的一个鞋款，绝对是不值得的。它在我心里面的价位只是一双3开的篮球鞋。那如果你想要一双场地感优秀、反应性棒的篮球鞋，现在200多就能购买到的 UA305不比这个香吗？又或者价位高一些的，像闪击7，那可以说是各方面都可以吊打它的。那这个鞋款现在的价格，我绝对不推荐大家购买。那如果你一定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的42.5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 ，peace。